今天呢是又一个晴天啊，但是呢应该是连续下雨天的之前最后一个晴天了，所以趁着这个机会啊，还是要到外面去骑下车，去探访一些比较漂亮的地方。现在呢，我再次从家里出发，前往 Edmond 车站，然后准备呢去downtown附近地方再转一转啊，还有好多地方其实都没有去打过卡。今天呢，我打算搭乘一段 SkyTrain， 然后去到命街那个 station。就那边呢，我那天路过时候啊，看到有很漂亮的海边的一个科学馆，边上呢其实也是一个海滨的公园啊。今天就想到那边呢去骑行一下，去打卡，看看能不能去到更多的一些地方啊，去观光一下。好了，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 Edmond SkyTrain 车站了啊。这边虽然是进入冬季了，可是除草啊这种声音啊此起彼伏，到处都在弄。看来温哥华人对这个自然环境还是非常热衷啊，保护得很好。刚好赶上一班车。Main Street 的车站已经到了，现在我要坐电梯下楼去。这个现在后面看到的呢，就是命街的这个车站啊，这跟其他车站也没什么两样。这边呢有2个出口啊，直走是命街的出口，那边呢可以乘坐一些 bus。这边呢它就是一个 Science World， 就是科学世界吧，正好在海边。我呢就是要从这边出去啊，去逛一逛。现在呢，我从 Main Street 这边出来啊，看到对面有个圆球，这个就应该是科技中心了。这条街叫 Quebec， 这边呢就是一片新区的样子啊。
这个科学世界啊，就是这么一个建筑物，应该已经好久了吧。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路过这边就见到过这么一个球形的建筑物，但这边啊人太少啊，所以恐怕这个参观的人并不是很多啊。那这边呢就可以看到一个海景呢，应该是啊，就看上去是一条河，但实际上它是海连通的一个地方。前面呢就是大量的新式的建筑啊，这些建筑都这几十年建起来的。那边呢应该有个阿丽娜，一个遗场馆吧。后面呢就是 Chinatown 的一个 SkyTrain 的车站啊。那边呢也有一个大统华买中国货的一个大超市啊，华人最喜欢的一个大超市。这边呢应该是个港湾，你看啊，停了不少的游艇。我就先围着这个科学世界转一圈吧。这个科学世界站的位置非常好，移步换景啊，这很漂亮的景色，你可以在这边再观望一下啊。看到downtown，这个已经downtown边上的一些高楼了，那些楼上呢可以观北温的山景，蓝天白云啊，相当的辽阔。边上呢也起了好多楼了。没事，到这边来闲逛逛还是非常的舒适的环境啊。但问题是人呢，不可能每天无所事事啊，都到这些休闲地方来闲逛。他肯定还是更多的是跟自己的工作有关，跟自己的家人相处啊，日常的生活为主。对面那个叫 Rogers Arena， 边上那个我不知道是啥，应该是一个 Toyota 什么一个体育场馆吧。那边我相信是一座桥啊，不知道是巴拉的还是 Granville 的桥。等一会儿呢，我就想着啊，就从这边呢骑过去看一看，顺着这个河边啊，应该是海的那头了啊，就那个海湾的那头去骑一下。非常适合在这边发呆放空自己的地方啊，应该也是自我疗愈的一种方法。而且这些有着天然美景或者人造美景地方呢，都属于公共场所啊，不需要购买门票，甚至呢都不用跟人家去争一个位置。你不管是开车来，应该也有足够停车场，或者是你搭这些公共交通来也没问题。就像我骑这个单车啊，还可以把单车放到这个 SkyTrain 上面，然后呢就可以出到一个相对来讲啊你骑车骑不到的地方。当然我作为一个在这边短期算是旅游者吧，我觉得可能非常的合适用这样的方式来出行。但是对于本地人来讲啊，他们可能有更多的方式，而且这些美景吧已经熟视无睹，都看惯了啊，说不定看腻了也不一定。
这边呢，这些骑行道啊和散步道呢是分开的。骑行道呢要相对要偏离一些这些海岸的地方。这边的年轻人呢还是比较喜欢骑单车的，而且他们可能长期的这种上坡下坡的路上骑行身体都很强壮，骑的都很快。这边呢有一个工作到了冬季的时候呢，因为这种枫叶掉得满地都是，虽然很美，但是呢确实也造成了马路的一些枯枝烂叶所以呢就有一种工作，就有人就要不断的用一个像鼓风机一样的东西来把这些树叶呢吹到道路的两旁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但它并没有收集，可能也是让它烂在泥里吧，变成一种肥料大概是这样。今天这段骑行呢，是我那天去 Waterfront 骑到 Stanley Park 那条海滨大道之后的又一条，应该是水岸的骑行道。虽然现在看到这个水呢，应该是一个海湾，并不是非常开阔的水面但是感觉也相当不错而且呢，除了一些绿植以外，可以看到右侧就是 downtown 那些现代的高楼，更有生活的气息，更像一座现代化的城市自然和现代的景观相结合，还是很美的感觉。这边呢可以看看这座大桥是 Cambie 桥还是什么桥我也没有弄清楚，但是也无所谓我就在这边闲逛一下。这边呢有一个小码头从这边看呢，对面的那些新建的高楼海边的现代的楼房非常美。其实在30年以前，差不多就那个时候吧，其实是刚刚开始兴建，也就是短短30年的时间这边的面貌已经完全一新变成了非常宜居、
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你看啊，这个河里还有很多的游艇，大大小小啊。所以有能力的人呢，在这边生活可以享受的就更多。但是没有能力的人呢，你也可以买一个小房子啊，在那边与世无争的生活。这个也是一个 ferry 啊，这是小 ferry。Granville Island 呢，5块2毛5，从这边可以去啊。总之，它是一个小轮渡的码头啊，然后就从这边下去。我呢就在这边看看风景就好啊。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那种小巴士啊？你看前面一个也叫巴士，非常小啊。我们走下几步去瞧瞧。就这么一个小码头啊，推着车走下来看一看。我们可以环顾四周。你看啊，这就是一座桥啊，应该是天碧桥还是什么桥啊？这边的海湾呢就显得开阔一些啊，远处呢还是有很多房子在建。好，我们继续顺着海滨的小路骑行。像这些房子应该比较老了啊，但这个房子景色很美啊，望着湖，只有几层楼。你看啊，当地人这种餐馆啊，就在海边弄了一个 seafood 吃海鲜的地方，看上去呢比较老旧啊，但是呢也挺有味道的。哦，这边就是游艇码头了，是这样的游艇停得满满的。这些以前建的低密度的一个 apartment， 觉得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我这次来加拿大呢，其实就是探亲、观光啊，过一段舒心的、放松的日子。因为这边呢，大家节奏很慢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办啊。很多事情呢需要时间等待，比方说我更新了我的驾照，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寄给我，所以呢我也没办法租车，所以我就只能骑着单车，加上其他交通工具呢，到处走走逛逛。以前都来过的一个地方，但这次呢可能心态不一样啊，没那么着急，因为也没有必要赶回去工作啊，有一个退休的老人家，就是慢生活，很舒畅，很舒服。你看啊，这些大雁们，近距离的跟他们接触一下。Hello， 你们在吃啥？哎，应该是吃草吧。那这些大雁破坏这些草坪啊，你看，你看。但是这边的人很包容啊。哦，大雁排队过马路，去到另外一个有水源的地方喝水。哦，好 ，sorry。真没想到啊，这一个骑行道啊，真的也非常的美。我只是在地图上面随便找了一处地方，就看我时间、体力能及的范围之内啊。因为从那个 Main Street 车站啊，一路骑过来，应该不会超过10公里的地方。哦，这边有好多小朋友在这玩呢，你看啊，哇，这种景象很少见啊。但在这边呢是一个普遍现象，你只要去到一个公共的绿地啊，基本上都有这些小朋友在玩，好开心。加拿大呢是一个高税收、高福利型的社会啊。这边的话呢，政府扮演的角色就是努力让普通的民众，特别是那些比较收入不高的民众呢，也是有尊严、有生活品质的生活。所以呢，他从那些税收里面，有大部分呢还是返还给了这些有需要的老百姓啊。比方说，这边生一个孩子，有一份补助，大概有几百块啊，现在可能更多了吧，500、600块，完全可以对抗通货膨胀。然后呢，让你的孩子他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营养。如果你家里生2个孩子，那基本上一家的吃饭钱都有了。所以即便是妈妈不用工作，生活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低收入家庭的退税政策，还有疫情当中的大量的补助等等啊，这就使得加拿大它就是这么一个国家，大家呢还是能够获得非常好的福利，而更重要的呢就是免费的医疗，尤其是那些得了大病啊、疾病的时候呢，还是会得到关照。当然相反的啊，任何一个福利型的社会啊，也都会有它一些弊端。就以医疗为例，就有时候呢，你可能等候的时间会比较久，有些病呢，等着等着就变严重了。但是有一条啊，你如果是救护车送去的急诊，真正的急诊的话呢，还是会得到及时的处置，并且重要的是你不用付费。然后呢，
高税收呢，也会让一些人不愿意去付出更多的努力啊，因为你收入越高，你打的税越多，那么有时候大家就会在这上面斤斤计较，跟政府相互算计啊。那这个呢也是人之常情嘛，只要维持一种平衡就好。但是呢，最近几年时间一个是疫情可能造成了一些对经济的冲击，另外一个的话呢，因为政府发了很多钱来维持大家的一个生活的需要，但是呢，客观上呢也造成了通货膨胀，所以政府又不得不用加息等经济手段呢来打压这些通胀。那老百姓呢，其中感受的两件事一个就是生活物资，哪怕是吃的东西在这个1-2年里面呢，价格增长得非常之快。第二的话呢，就这个房价也是以令人着实的速度在攀升，而且有一去不回的感觉虽然说这边的人的基本收入也在不断的增加，但是肯定是赶不上这些房价的攀升的。那么所以呢，也会造成了年轻的群体望房兴叹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那么这个国家呢，因为缺少人口，经济支撑呢主要靠移民，否则呢无法面对老化的社区。也就是说呢，现在这个国家就是靠移民的新建的工作能力来养这些曾经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但是现在已经老迈的这一群人。我突然发现我发现了一个路口，就是这个 Granville Island， 以前呢都是开车来过几回的，那既然今天已经骑到这边呢，就到这里头来逛一逛。这边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有艺术氛围的一个市场，而且我觉得骑着单车呢更方便，在这个里面可以兜兜转转这边弄了一列火车在广州的上面呢，也是有一节车厢作为咖啡馆。就人类的这个 idea 都差不多的看来今天骑行到这边呢是来对了地方。这个地方呢是最适合骑行打卡的这个小岛其实也不小你看它有 community center， 就它自成一体的社区中心，然后更多的呢就是花花绿绿的房子就是带有一些艺术色彩这样的房子。我知道开了很多店售卖艺术品的，当然也有不少餐馆，包括这些超市都有。我现在骑的这条小道看来以前是有铁轨的好，那我呢就在 Granville Island 这个艺术小岛结束我第一段的骑行。等一会儿呢，我还想在这个 Granville 小岛里面再转一转，然后呢也会去到更远的地方。
期待大家的观赏，我们一会儿见，谢谢，拜拜。